C， 也可以顺便跟大家分享 lo-fi 的那种感觉，量身定做的，像一个店员。大家好，这是一个好物分享视频，这个部分就是关于一些跟音乐相关的。原先之前在那个分享大金面的那个视频里面分享过，我之前弄了一个防烧箱，因为我有了这把黑色的 Gibson 之后呢，我又买了一个防烧箱。真的，这个防烧箱挺贵的，但是这个琴还真的是不能没有这个防烧箱。像我们这边的话，经常湿度一下30%，一下就连续1个月90%。然后突然间这2天变成30%，才时隔半年，马上就改版了。然后我觉得它这些改版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具体的一些升级的地方呢，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个新款的，它的提手变成这种，就是一整根在这上面的了，隐形拉手，它正面是看不出来的。然后原来的呢是要外贴一个这样的拉手，你看。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挺好的。第二个好的地方就是它增加了这个防撞条，4周都有，原来就是铁皮，所以说我大金面其实是就有磕过。在这不好的地方就是这后面的那一块防撞海绵是黑色的，而老款是白色的，包括这个底部也是白色的，然后这边是黑色的，明明是一个这种珍珠白，包括他们的那个详情页哈，也是全白的，居然新款变成黑色的了。这个真的有人会喜欢这种搭配吗？官方那边给的解释就是说，因为白色太容易弄脏了。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我有问客服能不能给我寄白色的这个泡沫，我自己把它换掉。客服说没有，我自己买了一张这样的布，把它自己贴上去，挂上去。就挡一下，不然这种白色，然后里面突然一块这种黑色的东西，真的很突兀哎。这一个东西，这个也是我收到的一个礼物 ，Mifa Audio 的一个露营音箱。为什么说它是露营音箱呢？这个是它的外包装，而里面就是长这样的。如果你是经常露营的朋友，可能就不太陌生了。它本身是防水的。然后又有2种灯光，这个就白一点，这个就是那种橘黄色，这个就比它稍微要浅一点的那种黄。这个灯光我是觉得很好。如果你是在户外的话，有一个那种氛围感的需求的话，它提起来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分量的。它可以串联非常多个，可以组成一个阵列。还有就是它的音量非常的大，是那种非常大的离谱的那种，就是在户外的话完全不慌。我觉得它的声音对比一些其他的蓝牙音箱来说，我觉得是还原的比较好的那种。因为一般蓝牙音箱我们听到的时候不都会觉得就是要么就是高频太次了，要么就是低频太多，其他频段很弱。它这个没有，它这个低频其实是比较偏多，但它同样它其他频段不会说一个那种明显的缺失那种感觉。反正音质这方面我觉得还不错的，我们基本上都很喜欢这个东西。户外的话呢，很多时候我基本上就会带出去，反正大家都很满意吧这个东西。这一个也可以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Fender 的蓝牙连接音箱。之前的话我基本上没怎么看到有人用Fender 的蓝牙音箱，像这样的款式的话，一般是用马勺的嘛。它的音质的话，蓝牙播放，我们先只说蓝牙播放，在这个价格里面的表现的话，真的是，不怎么样。有线连接的话，肯定会更上一层楼。然后它这个输入的话呢是3.5的接口，我的手机没有3.5的接口的，所以我的唱片机的话是可以用3.5的来接。我要来前面听一下。这个音质的话肯定是比它的蓝牙连接好一点的。好处呢就是说它是充电款嘛，就不用接线。这个拨感特别复古，这是一开关，你们看，咚咚亮了，这个是不是就是像那种
音箱一样，所以它颜值我是觉得非常满意的啦。如果你喜欢它这个造型、这个外形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听的，就是它的声音听起来不会让你觉得难听，但是怎么说呢，还是在价格上还是偏贵了一些。最近呢，收到了这一台是个新的品牌，他们送给我的黑胶唱片机。大家可以浅浅的看一下我这个第一次使用的一些精彩画面。有了黑胶机，有了音箱之后，你就不能仅仅只有一套黑胶唱片了，对吧？我觉得如果你是经常听，哪怕是偶尔听吧，5张10张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说，大家知道黑胶唱片的价格吧？这个投入还是比较大的。是在网上看一些博主们分享的时候买的，之前买错了，买成那个长的版本的了。这个打印出来是正方形的，我觉得像素没那么高清，但是它总是会有一层那种滤镜的那种感觉，比较复古的一种效果。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相纸非常的便宜，虽然说它的打印出来的质量并不是非常高吧，但是我是觉得能满足我的需求了，生活感很强吧。我是挺喜欢这个东西的。那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会加一个这样的白框，它的打印出来的颜色都会比你真实的，比如说在手机设备上的颜色上会有一些偏差，但它会带有它的那种感觉，像我们音乐中所说的 lo-fi 的那种感觉。下面这里是可以把它掰开的，或者是你写一些日期啊什么的记录一下。我们换成了一个超大包之后，又换成了一个中包，然后现在我们就是用那个中包，因为我们不是把我们所有的设备都精简了嘛。这个包真的是我感觉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超级好，其实是放在琴包上的那种琴颈的部分的那种包，但是我把它用作为我的演出的时候我用的包。大家都知道我在乐队里面是主唱，所以我只需要主唱的设备。虽然它原来设计的是效果器和线包，但是我觉得大小非常合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包里面有什么：2支麦、1捆线，然后接收器，然后还有我的耳返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正好合适。其实里面设计了一些缠线的地方的，就这个地方，但是我这个线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就缠不进去。然后它这个地方里面，原来我有放东西，但现在我没放了。它这里是放一些那种什么小工具吧，比如说起子啊、扳手啊。如果你是女生，你把它当做化妆包也可以，只要你不嫌脏。这个包它依然是非常好的质量的，反正我用的就非常爽。每次不管是排练还是演出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提一个包过去，下面就开像一个电源。我平时基本上不太用单块，但是呢，我有单块。我原来的一个电源是一个非常非常 low 的电源，后来 Mono 就出了他们自己的电源。噔噔噔，这个就是用户手册，然后这些七七八八的应该就是线材，包装的太好了，你知道吧？就是很严密，严密到我都有点舍不得拆。然后呢，这里是有6个接口，一个 USB 的，这边呢还可以变压，这里还可以串联钉子、单块线，然后又是效果器线，装效果器板用的架子、连接线，魔术贴。因为我平时反正也很少用单块，然后我们乐队演出的话呢也不用单块，所以这个就只是日常用来玩一玩，很小，然后很轻，知道吗？很轻很轻。好了，以上就是我的这个分享内容了。其实本来后边还有一部分的，就是分享一些我的最新的这些拍摄的设备，比如说相机啊、镜头啊，但是后来觉得太长了，所以就把它分成2个部分了。那我这个频道呢，主要是发一些这种生活的内容 vlog 啊，或者是音频设备或者是数码设备的介绍。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拜拜。